Hello，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我们快乐种子聊天室。那我是今天的主播，我是思明，大家好。哇，很开心呢。我们今天呢，有没有小伙伴上线，一起来听听今天我们会聊些什么样的话题呢？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现代农妇哦。为什么思敏这么讲呢？因为他在短短的2年半的时间哦，从人生的低谷大翻转哦。因为这个种子体系哦，他完全就是从人生低谷大翻转，然后呢，收获了丰盛的人生。他收获了什么呢？他收获了非常非常多宝贵的东西啊！大家有注意到今天我们的这个预告海报上有摘要一些重点吗？他收获了什么？有没有小伙伴可以在这个聊天区哦来打下来？你从海报中收取到了什么样的资讯呢？这个伙伴哦，他非常的优秀。那我们在邀请我们的这位小伙伴出场之前呢，好不好？大家呢可以动动手指头啊，把今天的分享这个直播转发分享出去呢，让更多的朋友啊有机会听到这个今天的嘉宾这么棒的故事。那也许哦，你这个无形中的小小的举动啊，就让你的网友们哦有机会呢聆听到这份美丽的智慧，从而他的生命开始向上翻转了，好吗？好的，那我们事不宜迟哦，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哦，就是我们来自巴都巴哈的 Kelly。嗨，Kelly，早上好。早上好，大家早上好，我是 Kelly，来自马都巴汉。开心哦，你今天来到我们这个平台分享哦。那我个人非常期待，然后我跟 Kelly 没有线下见过面哦，我们都是网友哦。但是呢，今天的 Kelly 跟我过去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呢，整个状态完全不一样了。那我相信今天来到线上聆听 Kelly 的分享的这些伙伴们，也非常的期待 Kelly 在这些年啊，到底收获了什么。那 Kelly 好不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那时候是因为什么样的情况而开始来到这个体系学习的呢？呃，可以，没问题。首先呢，我要感谢我的贵人慧玲，因为是她当初一个举动，其实我觉得她的举动是有做事步骤而来的啦。但是那时候因为我的孩子一直进医院，然后医生都认识我的，然后我的孩子可以同时进院的，就是两个，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然后我是一个大肚婆，已经接近要生了，可是我是躺在他们中间照顾他们的，所以医生看到我是哇都认得我了。然后一年是进3到4次医院的，然后那时候刚好年底。然后我就也是最后一次进医院过后啦，我就跟慧玲在聊天，然后慧玲就告诉我，你的孩子一直生病，我讲是我很担心这样子。然后我讲真的是很担心每天都提心吊胆，一点伤风咳嗽感冒我就有点就不能够 focus 就不能够专注在我的事业然后慧玲就告诉我其实可以种出来的健康。然后我就很好奇，健康可以种，没有想过这个词是可以搭在一起的，所以我就问他。然后慧玲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如果你是父母亲，你一定要听这句话。这句话也是有改变到我很多很多的人生观。他说啦，父母亲的咒诅，尤其是母亲的担心是一种咒诅。哦，那一刻我真的好像被一棒打下来。我讲是这样的吗？他讲是的。其实你要给孩子的是祝福。如果连你是妈妈，你都是给他就是担心啦，你对他是一种咒诅来的。所以那一句话就打动我的心。然后我就问他怎么种出来健康。然后慧玲讲一我就做一，慧玲讲二我就做二。然后我真的种出健康。就是在整个就是我听了过后，我就照着慧玲的话去做。我每天就是吃一餐素，那一餐素其实是我的奶昔啦，因为我都有喝奶昔早餐的习惯，所以我就把那一个回送去我孩子的健康，因为我保护了生命嘛，我没有吃荤，然后我又吃健康的饮料，所以我就回送去给我的孩子，就每一天只是这么简单做罢了，很简单的。然后我就也想起以前我每次救狗救猫我每次会救小动物的，我就把这一个也回送去给我孩子，就很奇妙了。我孩子到现在都很健康，所太棒以了
你那时候是还没有开始正式来到体系学习，你只是因为朋友慧玲跟你分享，哎，怎么样用4步骤去种这个健康的种子，然后就看到孩子的健康真的有大大的提升了，然后对，所以我就很相信。就很相信了，你更相信慧玲吧，是不是？我是相信慧玲，然后我就很相信她所口中的种子，因为那个时候整个 office 的人都知道她在学种子体系，但是我们都在观察到底会种出什么啊，都是在一个观察的状态啦。然后你开始，因为那时候是解决了孩子的健康问题了之后，你有想要渴望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吗？而来到这个体系？过后就因为 MCO 了，所以我们就全部人都就是不能够见面了嘛，就跟慧玲的联络就比较少了。然后后来因为可能是 MCO 大家都很焦虑，所以我们也一起集体就是全公司的人一起上一个叫做 KM 的一个课程，就在那时候我听到种子是2019年的年尾。然后2020年就是 MCO 的7月还是6月左右，我们就一起上了 KM 的这个课程。但是业力管理是吗？业力管理是，但是这个课程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就是因为我的智慧种子还不够，所以就完全不懂，然后也就这样子过去了，就没有说在对种子，就是从慧玲口中知道应该要怎么种，怎么做4步骤，怎么做4力量啊，这样子罢了，就是点到为止啦。但是我是每天都在做的。就是你还是会习惯性去用4步骤在你的生活当中，然后直到你那时候，因为你有提到说你在人生低谷，就是跟先生的关系有一些紧绷，有点挑战了，而你就来到了4、5阶，是吗？然后那时对，候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呢？我补充一下啊，其实，在2020年我完全不会种子的状况，我只是听慧玲这样子告诉我，然后我就就是简单就是 follow 去做，我就是跟着他的指示去做。我在2020年我是种出了我的 MDRD 啦，就在保险事业的 MDRD，就是很简单的，就是他讲1我就做1，他讲2我就做2，我就种出了 MDRD。然后隔年呢，就是在2021年的2月。我跟我先生，其实我们的问题已经很多年了。我一直觉得我的先生他是一个小气、吝啬、专制、计较的人啊，我觉得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其实我们的婚姻已经触角了，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很多年的问题，只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一定要离开他，因为我的余生是不可以这样过的，是不可以跟这样的人过下去的，就过不下去，日子已经是算是就是过不下去那种搭伙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有跟慧玲讲搭伙这个，搭伙，对，你们那时候已经结婚多久了？那时候不是9年多，9年多，然后可是我先生觉得他已经把最好的给我了，是我一直不知满足可是这个问题我是每一次都跟慧玲讲的，所以慧玲就跟我讲，如果你已经来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不如你去上4、5节。然后我就问他，我上了会有改变吗？这个婚姻我不相信啦，会有上一个课程你的婚姻就会有改变。然后他就跟我讲，你去上你就知道了慧玲这句话其实是我的强心针然后我就真的就去上，而且我还带了2个朋友，就是我们都不知道的，就一起去上，就是我是拉买人就一起去上的。然后结果那个朋友其中一个就是李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很有智慧的理念，所以现在他也是在金刚商法里面非常非常服务的非常好。太棒了！那你们去上了这个4、5阶，然后你有找到你的答案吗？其实思明如果我这样讲可能是别人觉得有一点太过奇迹，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奇迹有在。那一天我其实是星期5上和星期6和星期日，那天我记得我是星期6第2天或者是第1天我忘了，就是的傍晚。我的先生那时候 MCO 嘛，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小心的人，小心到很夸张的，就是完全不会带我们出去，把孩子已经是完全就是隔离，虽然已经开放了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所以我已经1年多没有跟外界接触了。然后那一天
老师讲，其实你们要种激情满满的，你们只要笑就可以了。所以你们看到现在的 Kelly 是一直笑的。我从那一天开始我就一直笑，我笑了2年半了，然后已经成为一个习惯。所以就那一天开始我讲，如果是种激情，就笑就可以种激情，这样我就打开荧幕，然后那时候我们整个课程大概有50-60个人。所以这样我就跟着50-60个人一直笑就可以了，所以我就大概笑了2-3个小时啦，因为那时候老师讲了到课程结束，然后傍晚就来了一个信息，我先生说等一下我们去吃晚餐，而且是我最喜欢的日本餐，然后去到那边他叫我认点，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吃很贵的东西，然后可是我先生他会比较计较价钱以前然后我就看到哇。完全不一样，那种体贴，那种激情，我只是笑了3个小时很简单我就觉得很可以，然后就从那天开始就改变了我整个夫妻生活。我现在觉得我先生是一个非常慷慨、非常大方、非常有责任感、非常疼我，然后也非常帅的。然后我的朋友他们会觉得你真的觉得你先生帅吗？我讲对，他是非常非常帅的。然后我讲，因为我的种子看到他是很帅的他是很 man 的，很有男人气概的这样子这样子。这个叫什么什么情人眼里出西施，有没有啊？然后你在上了课之后，因为你过去可能对先生种种的挑剔抱怨但是你从4、5届毕业回来，然后你就开始会去感恩他为家里的付出，然后你在跟先生的这个相处上你有做了什么样的调整而就是种下一些种子，让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和谐。然后因为我有 follow Kelly 的 Facebook 我跟她的那个 Facebook 每天在那边 share 她跟他们的家人，她老公多么的 sweet 真的是很 sweet 的大家不相信可以去她 Facebook 看其实从那一天开始我就知道原来那个笔是来自于我嘛，就是上了课啦4、5节过后，所以我知道那个很专制、很计较、很挑剔，那一些都是来自于我，因为过去的我是这样子的人，所以就投射在我先生身上，所以我就做了什么，我就采用了工具咯，因为我拿到全套的工具有24个，所以我就采用工具。我最喜欢用那个浴室里的元凶因为我知道都是我来的啦，所以我很喜欢那一个。如果你们还有一个就是第三方循环，我超喜欢这个工具，因为我比较疼我妈妈，所以如果是我疼我妈妈的情况我就会把它回送去给我的老公。然后那时候其实不只是我跟我先生的关系搞好，我跟我的家公的关系也搞好。然后我觉得我每次我的家公这边讲小声一点他会比较脸黑一点就是比较严肃，可是他超疼我的孙子，就是他的孙子，我的孩子，然后也超疼他的孩子。你说我会觉得媳妇好像是媳妇，你明白吗？然后我就觉得不是的，后来我上课才知道是来自于我我一定是有分别心，我才会看到这样的加工，所以我就也是用第三方循环来回送去给我家公。然后我每次他回来，我就会端一杯水，他很喜欢喝冷饮的我就端一杯冷的冰的那个水给他，他就很开心。以前他是不会喝我端的水的，后来我就用这个4步骤去，我发现他把水喝到干干净净，而且我感觉他每天都期待我端水给他喝这样子。所以就看到我的身边的关系，还有一个是我跟我姐姐的关系修复到超级好。我跟我姐姐已经10年没有讲话了但是我就感恩，因为我大姐是最疼我的，然后现在她真的是，我们现在是超级甜蜜，每天都是在回信息这样子。很棒然后刚刚在开播之前 Kelly 有跟我提到，我已经祝福我老公2年半，怎么样的一个祝福方式？然后每天不是跟老公在一起吗？还要特别怎么样祝福吗？这一个我也是要给大家一个小秘诀，就是其实珊妮老师是我的带领老师，就在4、5节，然后我们在1对1，他就明白我所有的问题，然后他就帮我抓虫了
就把虫抓出来，然后他就教我怎样施肥，然后他讲你可以每天祝福老公，就是感恩他的一个祝福，然后我就听老师讲了，我就从那一天开始，我就祝福我先生就是这样子祝福，因为我先生是很早出门的，所以我是比较迟睡醒的，然后我就信息他，然后我就会 send 给他，我从那天 send 到现在2年半没有间断过，然后我先生是很聪明的，因为他知道我的祝福是很大的力量他体会到那个感受，所以我有时候忙孩子我忘了，对不对？老婆你还没有祝福我然后他是那种没有得到祝福誓不甘休那一种，所以他就一直会send来那一种，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很忙迟一点，他讲你发一下很快的然后我就只是转发一下，他就很开心了。然后我也发现当我有祝福我先生的时候，他的生意他的整个都很顺利所以我觉得老师的 tips 很好啦，所以大家一定要来拿 tips 你看这个因为关系挑战，然后来到4、5阶，然后关系和谐了。那关系和谐了之后，又收获了金钱丰盛的这一部分嘛？因为之前 Kelly 有跟我提起就是在 before 学习体系之前，他会陷入一个金钱焦虑的状况是吗？很匮乏，然后可以跟大家讲讲，因为我相信在疫情过去的三年，那可能很多家庭的经济状况都受到打击大家可能都不自觉会陷入一个金钱匮乏的那个状态里面，所以 Kelly 有没有什么针对这一部分的可以跟大家来分享聊聊呢？我觉得如果是在金钱方面就可以真的是考验到我的种子到底有没有效，就是这个体系到底有没有效，因为我是在 MCO 开始学种子的，也就是我们就是说经济就是一个大打击的一个情况下，所以可是啦，我要表达的是我的经济反而啦是上了很多，就是从我自己本身来讲我是一个月光族，而且我是道歉的就是我不是月光罢了，我还是negative的那一种，我就是那种负的负债就是每一天我是可能我会多花我收入的多一个可能18%这样子，28%这样子，所以我是一个负债的一个情况。然后我在这个 MCO 里面就是在这个体系里面我学习到了尽管我有上课，我有花了一些钱我的生活我还是照样过，而且我的数字是提高，但是我可以存款有6位数，所以我就觉得很不一样啦，真的是不一样存款6位数，大家有听到吗？他之前Kelly 的情况是负债不要讲存款1毛钱都没有存款，然后还负债的。但是他学习体系然后开始去种种子之后，他今天他的存款有达到6位数大家有赶快点赞随喜吗？去享受那分享18这个10% 所以我觉得可能小伙伴就会很好奇了 ，Kelly 你可以跟大家讲讲，你到底种了哪一些做对了什么事情，让你的这个财富的状况大翻转吗？对，我也是要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如果大家拿到这个 tips 的时候你们真的去应用，你们会发现真的是不一样。这个是我在2月我上了4、5节嘛，它是讲关系的，可是你们知道吗？其实金钱它需要关系的那个支持，就是说如果关系好，金钱就会好；如果关系不好，金钱就不会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重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上了4、5节，我就马上报名1、2、3节，因为它真的是对我的人生起了一个很大的那个作用，所以我就马上就报名了1、2、3节。1、2、3节里面就讲我们的氧气般的金钱，是咪？我很喜欢这个待的，因为我觉得钱很重要。可是以前其实我匮乏的时候，我很怕谈钱的，因为我觉得我不配拥有，或者是我不能拥有，所以我就觉得钱对我来说可有可无，所以我其实是骗我啦，自我，因为我吃不到葡萄，我就说葡萄酸可是后来我就上了这个氧气班的金钱，然后老师就教我们，其实钱呢，它并不是赚来的很奇怪对不对？钱不是赚来，这样钱是怎么来的？钱是因为我们慷慨大度，
然后他就会来找我们的。我就觉得很好，因为我是一个大手大脚的人，我是很慷慨的之前，但是我内心是很计较的。怎么说呢？就是我给钱，我给的很爽快，可是我内心在想，我够了吗？可以不要给了吗？所以有没有像我这样的人？所以不管我怎样子，我赚钱我都存不到钱我也留不住财，因为我内心的计较是匮乏的嘛，所以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后来我就学了，然后我就知道我要把这个计较给拿走。所以当我把这个计较拿走，然后我又再继续种我的慷慨的时候，然后我再启动我以前的好种子的时候，我就看到哇，真的就是钱是追着你跑的咯这样子。太棒了，他不只是，就是他拿掉他的计较，这个很重要啊，一定要拿掉那个计较，因为我们外在很慷慨，不代表内在是很慷慨的，所以大家要去觉察一下我们内在，当我给出去的时候，我内在是喜悦的吗？还是我其实很计较？这个是很细微的哦，所以大家需要有清晰的意识去内观去往内去探究自己到底的那个心境是慷慨的心态呢，还是很计较的心态？这个大家需要花一些时间去找答案哦。然后，这个是财富方面财富方面，而且她不是看到她自己的财富状况改善而已耶，她的老公的那个生意也是非常的这个成长非常的大，对不对？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对对，我先生其实我在 MCO，他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汽车装饰的一个小老板，真的是那种很小的，就是够我们养家糊口，然后在花费方面就差不多就中等水平，然后在这个 MCO 也是我开始种种子过后啦，我的先生的生意是大反转的，然后真的是就是大概是200到300% 吧，就是他的那个业绩的那个提升，所以就看到其实我先生他也知道的，他也知道是种子的力量，但是他觉得我不要承认然后可是因为我教他一些方法，他没有跟我一起来学习，可是其实他完全知道这些法则，所以我教他一些方法，我说你就是慷慨，然后你要捐款，而且你要做在就是能够帮助很多人的这个捐款上面。然后我先生他就养成了一个习惯，这个是一个小小的秘诀啦，告诉大家，他每天就是早上他去到店里面，他就弄好了，他就会拿电话，然后就会出来捐款，捐给我们这里的孤儿院、老人院他都会做这个捐款的动作，所以他就会回送到他的生意。然后他上我们的这个网上购物他都会很慷慨，不会比较价钱的，他就是去购物，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我家的东西好多好多，然后他就是那一种很慷慨的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看到他的顾客都是很慷慨的。那时候就是我们这里能够提现1万块嘛，那个叫做公积金，对不对？然后能够提现1万块，然后我就看他的顾客是怎样子的一个做法，去公积金把1万块拿出来了，马上去到他的店就装了1万块的东西，有的还装了15000，然后我讲他去哪里找5000块来倒贴，就是都是这样子。就是很奇妙你知道吗？那个感受，因为大家都在MCO， 大家很紧张嘛，可是没有我看到他顾客花钱如流水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很酷，因为刚刚我们一直提到 MCO， 我们线上有来自中国的小伙伴呢。那我们 MCO 呢，其实就是我们那时候这个 COVID-19 疫情的那3年，我们有这个管制所以呢，我们基本上那一段时间都是在家行动有管制，所以我们在生意来往上在工作上都有受到很大的局限。所以呢，刚刚我们聊天的过程，我们一直提到 MCO， 就是指那3年我们在行动管制上的这个期间叫 MCO 那我这里也要非常的点赞 Kelly 她自己的慷慨大度的心态打开了，她创造了慷慨大度的老公，有没有？它不只是，所以我们常讲种子我们种下，它会以4种花开的方式，而老公会是我的第3朵花。所以呢，当我自己变慷慨了，我身边的
亲爱的家人也会变慷慨，我的客户也会变慷慨，对不对？所以整个环境都会变得很慷慨，然后生意也会越来越好。所以我们的财富来自于慷慨大度给予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棒哦，点赞 Kelly 哦。那你还有什么？这个是针对财富的方面，对不对？那他今天他有很多很多的花开，但是我们时间有限，所以我们也许来不及哦，真的没有办法一一的在这里跟大家每一个点跟大家报告他的好消息哦，我们就挑刚刚我们有跟大家谈了，就是夫妻关系的提升他越来越甜蜜了从开始他觉得我要离开他，不可以再生活一起过日子了，但是今天他们两位是非常非常的甜蜜恩爱哦。然后呢，也还有就是他的金钱方面的大反转，从负债到今天拥有6位数的这个存款，而且老公的生意也是这个生意兴隆，然后整个客户的客源都 super 的非常的高价值哦。然后我觉得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提一下就是房产的部分好吗？好，我觉得 Kelly 也是有一个花，就是房产，他种出他理想的家园这一部分，Kelly 可以跟大家来讲讲吗？可以。这个房产其实我也是要跟大家就是分享，然后让大家也能够用这个方法去种出你们心目中理想的房产。就是其实我跟我先生我们住的是一间就是廉价屋之前，但是我们有一片很大片的地。但是如果要扩建，就要400千的马币去扩建，然后我觉得不值得就是这样子。但是我就是那时候我就是在做钻石交易，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所以到最后我就讲就种吧。因为我已经上了课，就用工具，我就拿了什么，我就去种了，就是种我这个理想的这个房产。然后我就问我先生，你要什么，就是要求我才可以种吗？对不对 ？OK， 我先生讲要大，很大很大 ，OK， 然后要便宜，很便宜很便宜，然后要靠近他做工的地方，要靠近，而且不塞车。然后我刚讲你不用再讲了，因为不可能因为其实巴都巴哈虽然是一个小地方，但是我们的房产算是蛮高价的。如果是比起其他更小的就是小地方的话，我们算是小地方里面的最高价，所以就变成我就讲不可能会种得到它。我讲不过我会去种，但是种不种成我就不知道了，所以我就用因为那时候还在test种子，还在测试种子的那个威力，所以我就用了工具一样的，我就用了工具。我用了什么呢？我是借用老师的那个 Happy Box 的这个平台来种这个就是钱哦我就把这个因为它是一个美好空间嘛。老师购买了这个土地嘛，所以他就做一个仓储，所以我就用了这一个，我就每一天每个月我捐款，而且是非常固定，我就是拿到我的收入我就马上去捐款，然后在捐款的当儿我一定是调整起行动念，做好4步骤如果你们要知道4步骤，我们过后可以再跟大家在读书会里面分享，然后我就做好了4步骤，我就捐这个捐款 Happy Box， 只是10块钱罢了每个月。然后我捐了大概半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美好空间，就是我们的场地费，就是在我上读书会那时候我们是在网上上读书会线上，所以我也是捐款10块，而且我捐款的时候我是非常喜悦非常开心的。其实我只用了60加60 120块，我就种出了这间屋子我现在的屋子有大概要到6000平方尺，6000平方尺对吗？思明6000，然后它是一间双层半独立，然后它很靠近我先生和我孩子的学校，然后它是不会塞车的，然后就算塞车它有很多小路可以走的，原来啦我们才发现，然后它附近有很多购物的地方很方便，然后它很便宜然后当我买的时候我用这个价钱买，大家都讲OK 咯，可是当我就是他们来到我家说哇好便宜呀，大家都是讲这个字，所以我先生以前是完全没有能力买的，完全没有能力的，是因为种下了种子，在 MCO 过后他的收入提升了，他才有能力买的，完全是不可能买的，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就那个卖主他也愿意降价，
然后我们也刚好有那个能力，然后我们就顺利买下来，而且装修我们也遇到，我用21天我就装修完整间家了，太棒了！然后他这个是种出他的房产哦，他也以同样的方式哦，小伙伴们，他也以同样的方式，他先生种出一个店面，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酷诶，这个，就在1年后，就是我们买屋子1年后，其实我先生已经元气大伤了，因为装修啊，再加上我们这边要需要一个头期啊这样子一个情况，所以就变成他已经讲他是空了，可是几个月后就跟我讲还要买店面，我讲哈要买店面，然后他讲你去种，我先生就讲你去种 ，OK 我讲好我去种，然后我就种出了一间店面，然后他也很开心，然后也很顺利，就在要购买的时候，他就有一笔收入，就是也是赚到就是赚到那一笔头期钱，然后就买，现在在装修也要花一个蛮多的钱，所以他的钱都很顺利的进来，嗯。你看，处在这样子的状态，因为 commitment 就是负担增加了，但是并没有因为这些而局限自己哦，就是我觉得他真的是打从心里拿掉了那个匮乏的感受哦，因为一直在给予哦，很有意识明白这个给予是会创造丰盛的未来的这一份笃定感哦，我觉得是非常的点赞哦，Kelly 跟他先生非常的有智慧哦。他先生很有智慧哦，他种出一个智慧的老婆啊，Kelly 来到这个体系学习，然后呢，他就是听话照做，Kelly 叫他做怎么样，他也是就去做。然后我觉得很棒啊，两位一起很有共识的去用4步骤去种。那可能线上有一些新朋友没有听过4步骤，然后可能也连这个彼得故事也没有听过的，没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读书会啊，我们读书会呢都会跟大家分享这个彼得故事啊，跟大家讲讲这个4步骤怎么样做啊，都鼓励大家来哦。那我们今天的时间真的有限，那我们还有Kelly，你要不要点到为止跟大家讲？其实我除了这个劳工关系提升啊、房产啊、收入储蓄啊、6位数啊，你还有什么点是就用一句话哦，我还有中到这个、中到这个、中到这个，给大家听就好。然后大家继续启动你们的好种子，希望 Kelly 可以来到我们的第2场哦，继续跟大家分享哦。其实我也是用种子的力量啦，就是我有用表层因还有深层因，我也是瘦了20公斤，就是从一个大胖妈啦，就是一个胖子，瘦成现在这个样子啊，就瘦了20公斤啊。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我种出了新的事业，然后这个事业是很奇妙的，就是在我接下这个爱种子负责人，就是线上的一个读书会的一个负责人的这个情况下，这个事业就冒了出来，而且这个事业，我是刚刚开始，10月1号开始，但是我10月7号我就达标了，然后我现在的达标啦，预计是会有7倍的达标，所以而且我是没有出门的，我只是在线上分享啊，然后都是100%是自动上门的顾客，所以就看到完全就不一样。然后如果真的是要我用一句话来总结，是吗，思明？对，有什么鼓励话给到大家？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今天我很开心，我也很高兴，我能够我觉得是一辈子的翻转，我能够认识这个种子智慧这个金刚方法，然后我已经种了2年半，我觉得我的花园已经开始都是我要的花我要玫瑰，我要郁金香，它都已经出现了，所以我觉得我花园是蛮漂亮的，它不是100%漂亮，因为为什么我们还是有很多坏种子会爆的。我今天告诉你是我的好种子嘛，但是我还是有坏种子在爆的，所以就不要把它想象成这么完美。可是当坏种子爆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我们知道一切来自于我们，然后是那支笔。所以我要讲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只用了2年半，我就种出我要的，而且是我很满意的花园。你想想看，如果我种了20年，就是在我退休的时候，我60岁的时候，你觉得这一片花园会是怎样的？然后我也希望大家想一想你自己的花园，你希望你的花园是杂草丛生呢，还是你的花园是非常非常漂亮，是非常璀璨的呢？所以
就希望你们可以来到读书会，或者是来到我们的课程，一起来了解这个种子智慧，一个能够翻转你一辈子的一个智慧。谢谢。哇，太棒了，很感动哦！听到 Kelly 的最后的这样子的鼓励的话，他只用了短短2年半的时间，人生大翻转。试想想，他接下来的20年持续用这个，他只会越来越精进哦，因为他已经尝到甜头了，对不对？没有可能，今天我尝到甜头啊，我很满足了，我要走了啊。思明，我跟你讲，我几乎忘记我是抑郁症的病人呢，之前。哪里看得出来？大家可以相信吗？Kelly 曾经是有忧郁这样子的状态的，但是如今的他，大家看得出来他过去有这样子的状态吗？今天他笑得多么的甜美，从开场到现在一直在笑的，是笑得多么的喜悦，发自内心的闪闪发亮，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体系哦，让他可以这样脱胎换骨？我对他的形容是脱胎换骨。所以大家有机会哦，在线下，尤其是巴都巴哈的小伙伴，如果你们有机会，真的鼓励你去到他的读书会 ，Kelly 他们有办线下的爱种子读书会，所以大家可以去到他的读书会，去近距离跟他去了解一下。哎呦，我在 Facebook Live 看到你诶，然后好像很棒诶，我很好奇哦，我最近有面对这样的问题，你可以帮助我吗？不好意思。敢去到他读书会。那如果你想要拿到他的这个读书会的资讯的话呢，我们会有小伙伴把我们的全马各地还有新加坡的读书会的资讯都会发在这个留言处。那如果你有需要都鼓励你哦，欢迎你直接点击，然后去查看哪一个区域哪一个线上的读书会或者是线下的读书会适合你。不好意思，直接联系那个读书会的负责人取得联系好吗？然后呢，我接下来想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接下来 GDC 会有一些怎么样的活动可以让大家借力的让大家来学习吧。好像我们今天27，明天28号晚上，大家有没有最近有了解？从上个礼拜开始，我们每天晚上就是1周有3场，都在聊什么这个信念，生活信念有没有？我们明天将会是我们最后一场的 preview 就是这个预告，这个高阶是吗？叫 advanced level 3，叫高阶3阶这个什么生活信念的这个，我们明天将会谈情绪篇。有没有什么信念哦？关于情绪是从小到大就在障碍着你的，还是它影响着你整个人生成长的这个步伐的？所以鼓励大家，这是免费参与的哦。然后鼓励大家明天晚上都可以，欢迎你来上线，一起来聊聊这个信念针对情绪篇，好吗？然后呢，我们还有那个是对。然后呢，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会有一个这个叫什么？家长周五快乐聊天室，就是今天我们呢，家长们，今天我们会跟大家聊聊的是亲子关系的课题哦。那要知道如何在与你的父母或孩子互动时，有效的管理你的情绪吗？这个是今天晚上呢，我们将会一起来探讨8点半到10的时间，那是免费参与的。那我们会有双语英语跟中文英语跟华语，对，英语跟华语让我们是在 Zoom 的线上的会议。那当然我们在 Facebook， 在这个 DCW 的 Facebook 呢，我们也会做转播，所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守。然后呢，还有就是在 KL 在吉隆坡不重区的伙伴呢，上过金刚商法课程的伙伴请注意啦。那我们有一场活动呢，将在29号星期日下午2点半到5点呢，我们会在 GDC KL Office， 我们会有这个重伴侣清单的这样子的分享会。所以呢，有兴趣目前在单身的你，或者是你想要升级你的伴侣的
伴侣可以 upgrade 的，大家知道吗？可以升级你的伴侣啊。你看你老公怎样不顺眼，看你老婆怎样不顺眼，你想要他更甜蜜啊，会体贴有加，这些都可以种出来的啊。所以如果你在 KL 在吉隆坡区域的，鼓励你哦，在星期日下午2点半到5点呢，去报名参加这一场众伴侣清单的这个问与答的这个分享交流会，好吗？好，这个呢是有收费的，但是我们会有备有这个茶点，入门票呢是20块。那我们会有小伙伴把报名资讯发出来，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报名的，都可以自行报名哦。那我们接下来呢，葛西老师是不是要来了，对不对？葛西爷爷要来上课这个高阶3阶的课程了哦。那可能有很多小伙伴很渴望要去上课，但是呢，我最近手头有点紧哦，荷包有点扁哦，那要怎么办呢？没有关系，你知道我们今天有工具在手吗？对不对？我们要什么都可以用4步骤种哦，所以呢，我们接下来Sunny 老师非常的贴心哦，来自新加坡的 Sunny 老师呢，将在10月29号晚上8点到9点半，我们将会举办一场种种子去上课的这样子的分享会。这个呢是开放给大众的，只要你想要去上课，但是你有面对金钱的问题啊、挑战啊，或者是时间的挑战啊，或者是我有钱有闲，就是我没有那个我公司管就是我放不下我的公司啊，没有得力助手帮我顾孩子啊，还是什么样，这些种种的挑战都不是挑战，因为我们有4步骤可以去解决的啊，所以欢迎你来到这个种种子去上课，来听听老师会帮助大家怎么样去整理，然后用这个4步骤成功让你去上课，好吗？这个也是有资讯我们会有小伙伴发出来，那鼓励大家，这是开放给大众。如果你身边有伙伴也是在想要种种子去上课的，带着他一起来好吗 ？OK 哈，好的，那我们下一次呢就是葛小时的高阶3阶，所以高阶3阶我这里就不聊了。明天大家自己来到这个 preview 这个预告会去听听老师的这个视频分享，然后跟老师们跟同学们一起做交流，好吗？好，那我们今天真的内容非常的丰盛希望线上的朋友们没有被我搞乱大家都有做记录，对不对听到什么重点都有 take note， 都有做一些小笔记，对不对？那当然你记录下来的要去分享，才会是内化成你自己的。那你觉得今天 Kelly 的分享有帮助到你，非常的棒，那也不要吝啬打开你的慷慨大度的心态，把这个直播转发分享出去好吗？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聆听到这么棒的智慧分享，听到故事Kelly 的故事呢，也许就帮助到他。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子这么酷的一个方式可以帮助我解决问题耶。那你是不是无形中就成为他人的大贵人了？所以呢，动手指头，把它转发分享出去咯。谢谢大家。那最后呢，非常感谢 Kelly 今天来到我们的平台，分享你的这个践行收获，非常的点赞。那大家也不要着急，它有很多的点，请大家敬请留意，继续留守我们的平台，还有我们 GDC 的平台，我们也会请 Kelly 来录制他每一个特定的主题的这样子的视频分享，来分享他是怎么样去达标这些目标的。所以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我们的平台咯。那我们下次见，谢谢大家，拜拜。谢谢 Kelly 咯，拜拜。